俄罗斯最大海港中断石油运输，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停止运营。俄罗斯石油业遭致命一击，俄罗斯向欧洲运送石油的最后石油泵站被乌克兰炸毁，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不淡定了。乌军攻击伏尔加格勒最大炼油厂罗斯托夫，大规模遇袭。乌军收复顿涅茨克火车站南部，空袭赫尔松俄方指挥部。前线战报：俄军钻进死亡口袋，作战计划被截获。乌军无人机猛攻克里米亚，万事俱备只欠金牛，克里米亚大桥要完蛋。瑞典宣布迄今最大规模军事援助1500枚陶氏反坦克导弹，令俄军心惊胆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与欧盟外长达成一共识，将对俄罗斯极为不利。惊天内幕：没有乌克兰工程师，普京的萨尔马特核导弹就无法飞行。2025年1月31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73天，俄罗斯又有重要设施被炸了。1月30日夜里，布良斯克地区的诺夫哥罗德科夫石油泵站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无人机袭击加油站、过滤泵站，添加剂储罐受损，石油产品泄漏，并引发了大火。诺夫哥罗德科夫石油泵站被称为波罗的海管道系统2号。是著名的德鲁日巴输油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罗斯石油输送到欧洲的关键节点。炸毁这个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石油最后的石油泵站，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俄罗斯在欧盟的盟友匈牙利对该管道依赖甚重。2024年通过友谊管道从俄罗斯进口了1/3的石油，总量达200万吨。我们猜测乌克兰的举动很可能得到了北约或欧盟的默许。如果这个输油管道被切断，莫斯科的卖油翁真要抓狂了。更抓狂的可能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尽管俄乌战争开始后，欧盟国家已逐步摆脱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两国却是例外。这两国无论在经济还是能源上都一直和莫斯科关系紧密。早些时候，乌克兰已正式阻止了俄罗斯天然气通往欧洲。斯洛伐克外交部还为此召唤了乌克兰大使，对基辅表达了谴责，同时指责他们策划了斯洛伐克的抗议活动。乌克兰则予以了驳斥。目前斯洛伐克的抗议已导致总理菲科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辞职下台。如果现在这条输油管再被破坏，对俄罗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三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据《金融时报》报道，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已考虑恢复俄罗斯天然气的供给。他们现在希望以此作为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个筹码，向莫斯科方面和他们的普京老大哥施压。再不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小弟们就撑不住了。过去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设施以及重要军事目标的打击从未间断，成果显著。一个代号为 Austin 的俄罗斯士兵哀叹道：“老实说，我从未想过我会经常读到关于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遭到大规模无人机导弹袭击的新闻。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人会嘲笑我们，而且还没有人计划解决这个问题。这倒是有点冤枉有关部门了。这3年零敲碎打下来，俄罗斯已经没有足够有效的防空系统来保护自己的领空，乌克兰的每次出击都有不小的收获。”据报道，炸毁泵站的就是途中的这个大家伙，携带他的无人机更加庞大，但却竟然可以在俄罗斯领空长驱直入，可见俄罗斯的防空有多薄弱。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据报道，过去一段时间，乌克兰系统地打击了俄罗斯前线的防空系统，再加上对纵深后方的打击，使俄罗斯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困境。要么让前线部队暴露在乌克兰的打击下，要么从后方撤出更多的系统，暴露俄罗斯内部深处的战略地点。
顾了头顾不了尾啊。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他与已被亲俄媒体宣布身亡了几十次的布达诺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对话是关于任务和目标以及不同的场景。看来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戏等着我们呢。乌克兰在空袭了俄罗斯境内的多个地区后，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克里米亚。俄占克里米亚遭遇了乌军的猛攻。据俄媒电报频道的消息称，当地时间1月30日，乌军向克里米亚的扎奥泽尔内发射了多架海面无人艇，外加空中无人机。当地随后传出了一连串的巨响，俄军望远镜中的画面也显示，无人艇的机枪正在扫射克里米亚的港口。目前战况还不明朗，不过这已经是3天内乌克兰第2次攻击克里米亚了。1月27日，他们的海军同样发动了袭击。另外，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的詹科伊地区，靠近卡利尼夫卡和奥沃奇内村庄的地方，也发生了2起巨大的爆炸，很可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导弹的袭击。如今看来，乌克兰海军正更频繁地参与克里米亚的攻势，今年他们重建的速度会更快。预计接下来，克里米亚大桥将成为乌克兰最重要的攻击目标。实际上，此前无人艇已破坏了大桥周边的不少防御设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金牛座导弹的到来了。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正在不断显露出影响。最新消息，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1月4日，乌军曾向乌斯季卢加发射了大规模的无人机。2024年，该港口处理了俄罗斯海运贸易总量的约 20%， 每天有超过65万桶的石油从这里转运。该港口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最重要的贸易海港，而现在通往俄方最大的能源海港乌斯季卢加的石油运输已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在乌军袭击后，乌斯季卢加港的石油出口已大幅度下降。去年12月最后2周的14批货物，现在还有6批没能运出去。如果确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损坏了乌斯季卢加的输油管道系统，可能会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新的重大威胁，因为俄罗斯用来规避制裁的影子舰队就是从乌斯季卢加港转运的。据 Slovo IDLO 地图显示，自2023年9月以来，乌克兰已对俄罗斯炼油厂和油库进行了约100余次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的袭击还导致俄方一座炼油厂完全停止了运营。路透社报道，罗斯托夫的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已不再生产，早些时候该厂就因乌军的频繁空袭而缩小了规模。现在看来，对炼油厂的破坏还远不止如此，它的不少设施已被彻底炸毁。据悉，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的年产能也达到了750万吨，是罗斯托夫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它的停产无疑将给当地的能源供应带来不小的影响。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空袭还没有停止，且升级了打击。突发消息，伏尔加格勒最大的炼油厂也遭到猛烈袭击。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1月31日凌晨，乌军向俄罗斯的重工业区伏尔加格勒发射了密集的无人机。此役，乌克兰的目标直指当地的炼油厂，无人机瞬间划破了伏尔加格勒的夜空，同时带有巨大的轰鸣声。紧接着，炼油厂一带就闪烁出了强烈的火光。目击者也称，前后听到了数起爆炸。目前战场信息还不明朗，详细的损失有待后续进一步披露。要命的是，这是伏尔加格勒州最大的炼油厂，也是整个俄罗斯地区规模最大的能源基地之一，年产能达到了1480万吨。在1月15日，乌克兰同样空袭了当地的卢克石油公司。另一方面，俄军被曝将一家超级市场改造成了无人机工厂，地点位于梁赞市，距离俄乌边境约460公里，占地17250平方米。俄方正准备用其生产制造 Supercam 侦察无人机，接下来它必将成为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重点关照对象。外界预计，不久之后，乌军就将发起新的空袭。来看俄乌前线战况更新。最新消息，乌军收复了顿涅茨克当地火车站南部的几个地点。
洛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1月31日前后，乌克兰第42旅成功朝顿涅茨克的乌达齐涅推进，在火车站附近和俄军展开激战。战斗一直持续了数个小时，在无人机和火炮的加持下，乌军的突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们攻破了俄军的防线。根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42旅的步兵已控制了火车站南部的湿地，正在建立防御据点，并向周围扩展。详细的战场信息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乌军在顿涅茨克的反攻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双方的焦点战区还是在托列茨克和波克罗夫斯克一带，如今俄军的攻势已逐渐放缓。在托列茨克的外部，乌克兰第12旅成功击退了俄军的2次进攻，打掉了5辆坦克装甲车；而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更是成功俘虏了一批俄军士兵。乌军还击毁了俄军的一个控制站台。乌克兰的第14航空团向俄军的奥兰无人侦察机控制站发射了1枚导弹，精准击中了目标。俄军阵地随后传来连续的爆炸声，同时伴有浓浓的白烟，目测该控制台已被毁坏。乌克兰军事记者查普连科昨天在一辆 AMX-12C 装甲车上报道称，乌军第155旅基辅安纳旅正在从与乌克兰和法国大量逃兵事件有关的危机中恢复过来，目前正在红军村执行作战任务，那里的战斗不断且十分激烈。在2025年的第1个月里，俄罗斯发动了4400多次进攻，其中约有 44% 发生红军村战区，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根据最新消息，19岁的波兰志愿兵菲利普·安托西亚克近日在红军村阵亡。菲利普是英国剑桥大学在读学生，战争开始以后，他主动申请加入国际志愿军团，对抗俄罗斯军队。事实上，和亲俄媒体渲染的正好相反，在乌克兰作战的外国人多数都不是雇佣军人，他们为了正义而非金钱而战，菲利普正是其中之一。托列茨克方向，为了绕过托列茨克西部的特里克斯，俄罗斯人现在正在舍布尼夫卡和托列茨克之间移动，以包抄仍在扎巴尔卡地区附近的乌军。不过到目前为止进展不大。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国民卫队士兵利用无人机在俄军后方升起了乌克兰国旗。库拉霍维夫方向，在控制了扬塔尔内并穿越了苏西亚利河后，俄罗斯军队现在正向南移动到达市内。目前这个村子仍有部分控制在乌克兰人手里，他们已经进行了超过1周的顽强抵抗。再往北一点，俄罗斯人则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控制了新安德烈耶夫卡，并部分进入了纳季夫卡，后一个定居点及其附近正在进行战斗。此外，保护库拉霍夫南部侧翼和达赫内南部的最后一个战壕系统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赫尔松方向，时隔10多天，乌克兰再次在南部的赫尔松战线发起了行动。最新消息，乌军空袭了赫尔松的俄军指挥部。洛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1月29日，乌克兰向赫尔松战区发射了155毫米的 M712炮弹，击中了一个俄军的指挥中心。俄方的阵地随即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响彻赫尔松的上空。现场画面显示，俄军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已被击毁，不少装备都毁于一旦，指挥部的建筑物也受损严重。详细的战损还有待后续披露。而在附近的第聂伯河沿岸，乌军用水雷打掉了俄军的3艘快艇。目前，俄方仍无法渡过第聂伯河，在赫尔松右岸建立起有效的排头堡。甚至在1月18日前后，乌克兰还突袭了左岸的俄军据点。乌军第38旅曾朝克里基一带发动猛攻，打掉了对方的一支突击队。预计接下来，乌军还会在赫尔松发起更多的行动，以扩大他们在南部战线的优势，从而缓解东部的压力。库尔斯克方向，过去一段时间，乌克兰军队成功夺取一条俄军防线，并将其打造成了死亡口袋。尽管在很多地区都存在偷工减料现象，但俄军在库尔斯克建造的大部分防线不是豆腐渣工程，而由钢筋混凝土工事和龙牙等构成。聪明的乌军利用在前线占领的这些俄军碉堡和防御工事，控制了一个咽喉要道，并巧妙地利用地形设置了陷阱，随后在此地长期地狙击俄方。为了夺回这道防线，俄军发起了数十次进攻，
但均被乌克兰人击退。乌军还佯装暴露弱点，将俄军引诱到了一小片森林中，然后用海马斯发射集束弹药全歼之。到目前为止，从1月27至今，俄军已在这个口袋里付出了数百人死亡，超过30辆装甲车的代价。另一方面，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一次行动中，还截获了俄军的军事计划。新闻周刊报道，当地时间周二，乌军特种部队突袭了库尔斯克的一个俄军阵地，并得到了一批重要文件和通讯工具。报道称，这批文件泄露了俄军的作战计划。目前，基辅方面正在研究这份计划的真伪。我们注意到，收缴的物品中还有俄军士兵至今还在使用老式的3星直板手机。近来，俄军在库尔斯克的攻势已经放缓，乌军则发动了更多的反攻，收复了一些失地。现在他们会如何利用这份作战计划，值得关注。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过去6个月里，在莫斯科招募中心报名参加乌克兰战斗的俄罗斯人数下降了80%。在乌克兰入侵库尔斯克之前，克里姆林宫开始提供$19,200的一次性付款，以吸引新兵并加强其部队。但现在巨大的伤亡率让金钱的吸引力显著下降了。不过，近$2万的入伍费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最近，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外国人现在占莫斯科中心所有申请人的半数。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继续加码。北欧国家瑞典正式宣布向基辅提供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援计划。据图片报的消息称，初步金额约12亿美元，其中有9000万美元将专门用于生产远程的导弹无人机。此外，瑞典还将捐赠给乌克兰海军的90型战斗艇的数量直接增加了1倍，从原有的16艘扩增至32艘。并提供146辆卡车、15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200件反坦克武器、23个海军武器站和100万发12.7毫米弹药。有网友说，瑞典是真够义气啊，这一下就给了1500枚陶式导弹，俄罗斯人一定会心惊胆战了。不过，现在俄军冲锋都骑摩托了，也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1500辆坦克。而捷克提供的 DITA 自走榴弹炮已正式部署到了乌克兰的边境，即将投入到战斗中。另一方面，芬兰和乌克兰联合开发的武器有了最新的进展。据悉，他们为乌军特种部队开发了一种新型攻击无人机 Steel Eagle ER。该无人机配有3.6公斤的含无球弹头，威力波及2公里，并具有对抗电子战的能力。另据商业内幕报道，国际战略研究所导弹专家蒂莫西·赖特透露，没有乌克兰工程师，普京的 RS-28 萨尔马特核导弹就无法飞行。他解释说，俄罗斯缺乏发射导弹的专业知识，因为乌克兰的设计局在苏联时代开发了这些导弹。俄罗斯在液体燃料发动机方面存在困难，一直依赖于乌克兰导弹专家的服务，但双方的合作已于2014年结束。如果这个说法是准确的，那么它可能是俄罗斯如此渴望将乌克兰置于其控制之下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媒称，如果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俄罗斯可能会在2026年占领基辅，并接近北约组织边界。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前提是欧盟继续维持目前这样的援助规模，但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昨天通过了一项关于乌克兰和平谈判的决议，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呼吁为乌克兰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并强调俄罗斯需要为侵略行为承担责任。这说明欧盟已下定决心，不但要让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强势地位，迫使俄罗斯求和，还要让其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那些认为乌克兰将以土地换和平的人可以歇歇了。最新消息，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的著名主持人肖恩·汉尼提破天荒地采访了泽连斯基，这一举动所释放的信息相当令人鼓舞。泽连斯基在采访中给美国和川普送上了一顶高帽。我一直强调，普京并不害怕欧洲，仅靠欧洲的安全保障是永远不够的。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欧洲领导人都在关注川普。如果没有美国强有力的安全承诺，其他一切都会很薄弱。
小泽说的当然也是实情，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失去美国这个强援。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川普还没有要停止军援的意思。有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与欧盟外长卡拉斯达成共识，要对俄罗斯极限施压。这个消息应当是靠谱的，符合川普胡萝卜加大棒的行事风格。到目前为止，他为普京准备的胡萝卜至少应该包含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以及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另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28日接受俄罗斯电视记者扎鲁宾的采访，谈及与乌克兰停火的前景。普京在接受提问时说，乌克兰的主权几乎为零，如果没有资金和弹药援助，俄乌冲突将在1个半到2个月内结束。普京还提到，如果乌方希望找到解决方案，可以让任何人参与谈判。俄方不反对与任何人进行谈判，但最终签署文件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应该确保俄罗斯和乌克兰长期安全，一切不能出现任何纰漏，都必须非常精确。好吧，那就让川普的胡萝卜加大棒一起上，看看泽连斯基和普京谁先怂。结语：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60分钟节目的访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美国记者 Scott Pelley 在节目中问泽连斯基：“你愿意放弃任何一块土地来换取和平吗？”泽连斯基回答说：“不，这是我们的领土。” Scott 又问：“你必须拿回全部，包括克里米亚吗？”泽连斯基红着眼圈说道：“你今天看到我给将士们颁发奖章。1个星期以前，我给24个阵亡将士的家人颁发勋章。有一个妈妈带着3个孩子，有一对年迈的父母几乎走不动路，他们唯一的儿子为国捐躯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妈妈拉着一个孩子，她正在怀孕，她肚子里的孩子永远都见不到爸爸了。我能对他们说，没关系，我们的人白死了，让俄罗斯把这些都拿走吧。这是一份艰难的工作，颁发勋章给他们时，我能感觉得到他们的世界在崩塌。我唯一能给他们的是胜利。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